你有没有想过，比特币和以太坊在这一次牛市中可能会涨50倍，甚至是100倍呢？老实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可能需要10年或者是20年的时间。虽然有一天可能会实现，但是在短期内呢是不现实的。比特币和以太坊是很多人进入加密货币世界的门槛，那我自己也是一样。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于，想要赚取50到100倍的山寨币，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一些小市值的山寨币领域。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其中3个。虽然相比投资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来说，这些山寨币的风险是高的很多，但是他们的回报潜力是更大的。所以呢，50到100倍的可能性在这里就变得更加现实了。Bybit 新人活动剩下4天，那这个福利中国用户是可以参与的。如果你还没有注册过 Bybit， 赶紧点击我的链接注册。那新人福利呢将会送出40 USDT。那点击注册之后呢，大家就去到福利中心。那新人福利呢将会送出40 USDT， 20 USDT 是体验金和20 USDT 是现货的。那方法很简单，注册之后呢，来到福利中心，只要你入金最少100 USDT， 然后呢再去到福利中心 claim 就完事了。那么还没有注册过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那么在我们深入探讨这一份名单上的具体项目之前呢，我想要聊一聊为什么在牛市来临之前，投资低市值项目通常是最好的策略之一呢？至少作为你多元化投资策略的一部分。那低市值代币通常就是那些还没有被主流市场关注到的代币，它们就好像隐藏的宝藏，有着巨大的潜力，可以带来惊人的回报。让我们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比如说 FDM 曾经上涨200倍，而 AXS 呢更是飙升到了950倍。现在各种迹象都表明我们正在处于牛市的开始前的最后阶段。我这么说呢有很多原因，比如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正在进行中的 DNC 会议，利率下调， ETF 全球化，甚至还有中国的一些大动作。这些都是预示着市场即将大幅上涨的信号。那我个人呢，其实也是理解了，在2-3个月前呢，很多山寨币已经跌到了谷底，所以很多人目前已经没有太多的资金了。但是我们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市场即将启动，速度也会非常的快，上升的波动性也非常的明显了。话不多说，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今天想要分析的3个小市值山寨币。那么今天我想要介绍的第一个代币就是 Numerai， 简称 NMR。那这个项目带给我们进入 AI 加密市场，那我们依然相信 AI 加密项目将会在这一次牛市中大放异彩。那 Numerai 呢，是一个帮助数据科学家进行实验和创建机器学习模型的项目，它的主要目标是去中心化科学研究，并在这个领域中促进竞争。有趣的是，这个项目被称为首个推出自己加密货币的对冲基金。它的运作方式大概是这样的：Numerai 通过 NMR 代币来奖励那些创建出准确预测模型的数据科学家。项目方提供免费的数据给这些科学家使用，而这些模型则帮助 Numerai 在股票市场中进行预测。当然 AI 在这些预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 Numerai 还没有被广泛的关注，但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为奖励创建模型，这个项目可能正在起飞。那这个项目的市值目前只有1500万美元，这意味着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举个例子，如果 NMR 的市值达到10亿美元，那就是从现在起步起的8倍增长，甚至可能会更高。Numerai 已经向数据科学家支付了超过2700万美元的奖励，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激励机制。如果这个项目能够起飞，它的潜力非常的大。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 Creda World，代号就是 CRETA，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项目，因为它目前的市值非常的低，只有570万美元，这意味着它有着巨大增长的潜力。一般来说，我们默认为在你加密货币投资组合中拥有一个游戏项目是牛市中的明智选择，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们还有更多支持 Creda 的理由。首先，
Greta World 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平台，虽然他们确实有一些不错的游戏，比如 Kingdom Under Fire 和 Fortress 4， 但 Greta 永远不只是这一些，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游戏生态系统，包括4个关键支柱。首先是元宇宙， Greta 的元宇宙涉及了多样化、沉浸式的世界，虽然他们目前从一个科幻主题的世界开始，但很快推出动漫和奇幻世界。第二个关键支柱就是一个市场，在这里你可以下载游戏，并且在同一个地方交易资产。第三个就是社交平台， Greta 将这个功能直接集成到他们的生态系统中，你可以在游戏中聊天并且交易 NFT。 最后 Greta Studio，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他们的游戏创建工具来自制游戏。那 Greta 在亚洲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社区了，尤其是在 Web3 游戏非常受欢迎的地方，比如菲律宾。那 Greta 呢，已经在一些最大的交易所上架了他们的 Greta 代币，并且像在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举办了社区活动，那里游戏市场非常庞大。大家想想 Axie Infinity， 他们在上一次的牛市中专注于亚洲市场，结果几乎涨了1000倍。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预见那一种级别的涨幅，但是 Greta 可能会有类似的表现。说到相似之外呢， Greta 和 Axie 还有其他的共同点，两者都是在牛市开始前市值比较小的项目。那 Axie 在2020年上市的时候，市值还不到3000万美元，而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它的价格飙升，让早期投资者大赚一笔。那 Greta 的市值甚至更小，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只有570万美元，因此这里的生长空间非常的大。那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呢，就是社区的支持。和 Axie 一样， Greta 有一个非常强大而且非常活跃的社区，尤其是在亚洲。此外呢， Greta 的团队成员都是公开的，并且积极参与社区互动，尤其是在 Telegram 和 X 平台上。那团队中还有顶级的开发者，联合创始人 Ray Nakazato 在游戏领域有超过30年的经验，参与过 Relix、Maximo、Lost Odyssey 和 Blue Dragon 等等的游戏开发。他们甚至还请到了 Street Fighter 2和 Resident Evil 的创作者 Yoshiki Okamoto。 因此 Greta 和 Axie 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 Greta 的产品可能会更胜一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预计这个项目在即将到来的牛市中会有非常好的表现。那最后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项目就是 Pendle Finance， 目前的市值大约是在 4.3 亿美元。那虽然这不算是低市值的项目，更像是一个中等市值的项目，但是我们把它列入名单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呢 Pendle 的增长潜力非常的大，无法忽视。那 Pendle 是一个 DeFi 项目，也是 LSDeFi Liquid Staking Derivative Finance， 也就是流动质押衍生品金融市场领域的重要玩家之一。简单的来说，就是 Pendle 呢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从加密货币中获利的方式，因为它允许任何人对未来的收益进行投机和对冲。那 Pendle 还提供一个独特的收益投资方式，它将产生收益代币分为2个部分，所有权代币和收益代币。所有权代币代表是基础资产，而收益代币则是对未来收益的权利。那 Pendle 目前的总锁定价值是为 27.47 亿美元。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 Pendle 还有增长空间呢？因为它是一个 ERC20 代币，这意味着它的价值与以太坊表现密切相关。此外 Pendle 的价格也可能会受到整个 DeFi 市场健康的情况影响。随着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代币化收益的好处，我们预计 Pendle 的价格将会随之增长。